给我瞄准了打！乔瓦尼莫乔估计这是新疆小伙阿赫江在中国擂台上头一回被彻底激怒。比赛一开始，他直接袭到对手背上，抡起重拳疯狂猛砸。裁判赶来拉开两人，可他仍不打算停手。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在赛前发布会上，阿赫江和美国选手起了争执。那美国选手不仅动手推搡，还张嘴辱骂阿赫江。现场的人赶紧把两人拉开，不然比赛还没开始，他俩就得打起来。然而美国选手没有就此罢休，嘴里不干不净，还嘲讽阿赫江是个怂包。这话彻底激怒了阿赫江，他飞起一脚，重重的踢中对方脑袋。这场比赛还没开打，火药味就已经浓得不行。现在废话不多说，镜头直接转到今天的比赛现场。各位兄弟，觉得精彩的话，别忘了点赞支持。比赛一开始，阿赫江就展现出十足的准备，一个漂亮的神龙摆尾，精准命中美国选手，直接把对方踹飞出去好几米远。这一幕瞬间点燃了现场中国拳迷的热情，大家热血沸腾，大声呼喊，让阿赫江下手再狠点，早点结束比赛。阿赫江也不含糊，瞅准时机冲上去，瞬间将对手压制住。一时间，擂台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毫无还手之力，被死死压制的美国选手，另一边是不断挥出重拳，持续施压的阿赫江。不过，比赛才刚刚开始，想这么快结束比赛可没那么容易。阿赫江毫不手软，拳头如雨点般朝着对手砸去，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裁判打手警告了，你抓为什没用啊？你要抓对手的手啊，才能逃啊！哎，这边是谁牙套掉了呢？搞不好，搞不好要成了。好在勒牙床了。对，这边是勒在了下巴上，并没有完成这个裸脚。乔瓦尼现在使用这个规则边缘的一些技术啊，来防止对手对他进行进攻。游走在规则的边缘。对，要出去了，锤击。比赛终究只是比赛，无关生死。就在刚才，阿赫江砸拳的瞬间，要是那一拳实实在在砸在乔瓦尼的后脑勺上，极有可能让其中一位选手重伤，甚至得紧急送医抢救。对这场比赛来说，一旦有选手因伤瘫痪或落下残疾，赛事主办方根本承担不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就在这时，镜头切换，只见阿赫江骑在乔瓦尼背上，紧接着便抡起重拳，一下又一下狠狠地砸向对方。阿赫江不停地上步，用假动作去迷惑对手。对，这边我觉得阿赫江再来转身，转身后摆腿假动作，挑衅对手。哦，踹膝盖，踹膝盖，漂亮。哟，言语攻击，不能说话，而且不能咒骂对手啊。对。就很多人认为比赛中是可以说话、可以交谈的。裁判迅速将阿赫江拉到擂台角落，同时对他发出了严厉的口头警告。要知道，阿赫江要是继续这么骂骂咧咧的，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好。而乔瓦尼简直成了阿赫江的活沙袋，不管乔瓦尼朝哪躲，阿赫江都气势汹汹的紧跟其后，接着便是一顿疯狂暴揍。更过分的是，怒火中烧的阿赫江嘴里不干不净，把乔瓦尼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那是赛前发布会的事情，是比赛中叫骂就有违运动精神了。对，比赛还是要看你们精彩的对决啊。对，再来转身腿，卡波拉踢漂亮。对，这样的话对手就比较能够料到背腿出来。我们看阿赫江应该再多一些这个假动作和拳法的试探，现在对手都防着他这个腿呢。孙悟空是把大部分的精力啊放在怎样去拉开与对手的距离上面，没有太多的攻击动作。乔瓦尼刚压制住阿赫江，便丝毫不敢大意。他心里明白，哪怕拼尽全力，也绝不能让这位中国选手再站起身来战斗。毕竟处于愤怒状态的阿赫江一旦起身，可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抗衡的。此前阿赫江攻势猛烈，咄咄逼人，给对手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时较为沉寂的乔瓦尼终于按捺不住，主动冲上前，施展出一招下潜抱摔，试图将阿赫江牢牢压制在地面。木村的把位想要尝试着往十字固或者这个反向逆向的三角去拉，是他一直在尝试这样的降服。他想做一个倒的那种三角角去降服对手。他现在这个位置啊搭的比较远，你看这个三角没有完全的搭住扣。对，他因为右脚的脚踝没有放到左腿的膝窝后面。是这边阿赫江没了，可能要出来，这个三角脚没了，出来了，漂亮，逃出来了。他尝试木村锁，但是对方头逃出来了呀。阿赫江要当心对方的上蹬腿。阿赫江与教练经过一番细致商讨后，逐渐收敛了自己的火爆脾气。
此时比赛的点数已被他稳稳掌控，在这种情形下，他认为实在没必要再去冒险，比如进行那些容易引发危险的地面缠斗。很快，比赛进入第二回合。显然，在被阿赫江狠狠揍了一个回合后，乔瓦尼变得畏畏缩缩。只要阿赫江向内围逼近，乔瓦尼就会下意识的往后退。有一说一啊，确实很公正严格。对，我觉得双方，特别是阿赫江这边，应该把比赛节奏拉得快一点，要有更多的这个进攻。双方现在把距离拉得非常的远。阿赫江，你看这个出腿啊，包括前手的试探，像极了康纳麦克雷格。出腿。可惜康纳的这个致命的左拳，目前还没有看到。对，后手击服。因为康纳的前手的这个拍击啊，是为他后手的致命的左拳的重击开路的。是，那才是他得意技啊。低扫漂亮，踢得好响亮。两个人距离比较开。当下，阿赫江采用的战术打法极其稳健。他一方面对乔瓦尼展开强力压制，不给对手丝毫喘息与调整的机会，使得乔瓦尼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另一方面，阿赫江也通过实际行动向对方传递出明确的信号，挑衅中国人必将自食恶果。阿赫江稳扎稳打的风格令人折服，台下观众对他钦佩不已。就连原本和阿赫江针锋相对、形同陌路的乔瓦尼，也逐渐降低了进攻的频率。阿赫江双飞踢，对，这几下腿法这个距离上把握的还是不错的。顶到角落，后手，勾手，再来后手，再来连续的进攻，顶住了，再推开，一个前蹴，上步，试探，侧踹没中。对，裁判给出这样的警告，为什么单方面只对莫乔呢？主要还是因为阿赫江一直是压着这个进攻的主导。没错，虽然在这场激烈的比赛中，阿赫江的打法稳健而扎实，一招一式都精准无误，尽显深厚功底。反观乔瓦尼，原本与阿赫江积怨已久，二人在赛场上形同陌路，火药味十足。然而，在阿赫江这般强劲且持续的攻势下，他渐渐没了一开始的狠劲，进攻节奏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阿赫江在战术运用上更是精妙绝伦，紧紧压制着乔瓦尼，不给对方留下一丝喘息和调整的空隙。乔瓦尼在他的逼迫下，只能不断防守，完全陷入被动局面，疲于应对。警告了，出腿没中，中段踢没中，转身后摆腿没中，对方还了一下右拳。哎，他终于占据笼中的位置了。对，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他抱摔带来一定的优势，时间应该已经不多了。侧踹，两个选手都挺能整活的，这场上。两个人光用这个身体的语言就打了第三整个一个回合啊。对。难道要打到判定吗？终于，比赛结果正式公布了。阿赫江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发挥，实至名归的拿下了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那么，大家觉得阿赫江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欢迎大家踊跃的在评论区留言讨论。